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从《藏海传》看顶流生存战，杨紫肖战罗云熙们如何用待播剧续命。《藏海传》收官好几天，热度依旧不减。肖战多年的翻身仗，这次算高结了。一部《藏海传》足以让他的顶流之位再稳坐几日。娱乐圈瞬息万变，谁也不知道如今已经拥挤的生态为何时又会突然蹦出个无名小卒而获得万千关注。比起聊带爆，反倒是那些曾经或现在处于流量顶峰的人，更应该慎重布局规划，好让自己能稳居高位。所以今天就借着他们手握的待播剧，来整个顶流复活赛，看看他们各自有何策略。活，既是死水复活，也可是活跃长胜。第一类，复刻成功经验。得先纠正一个错误理念，复刻别人不代表抄袭，复刻自己也不算吃老本。文化人的事，取长补短而已。就好像杨紫现在这般，她如今2部待播剧都是女性非遗创业的路数。家业是李家妖女为生计走上至末之路，锦绣芳华是国色芳华续作，引领一众命运坎坷的女性培育牡丹。剥离掉外皮后，故事梗概是类似的。再看杨紫的作品，都是以对子的形式出现。当一部爆火后，她紧随其后会接一部题材类似的作品。原先以为是贪恋流量，现在发现她是谨慎。2025年爆火后，他能依靠作品加持的时间断档了2-3年，直到22年用余生才续上了热度。如今的市场爆款厚度不足，大众的讨论度是呈下滑趋势的，不是谁都能比肩《甄嬛传》长红10余年。所以制作方会立马打造衍生综艺、电影来延续话题度。杨紫也是如此。只是他选择的是用作品来延续而已，所以家业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在荧幕上的存在感。况且前篇已经实践过的风评，大众口碑不会骤降，正好维系到他的重头戏《生命树》上映。而《生命树》目的为何，也十分明确，一种鲜明的踩着大声往上爬的意味，整个班底也是完全奔着奖项去的。估计到时又得把内娱搅得天翻地覆。曾几何时，吴立国超也是内娱股偶界响当当的1号人物，众星捧月时，他能跟女顶流们合作了个遍，成绩不理想，合作对象就立马换成了还没混出头的宋祖儿、李兰迪、邢菲。娱乐圈的现实是一座能映照出人心底强烈欲望的铜镜，体会过星光熠熠，又怎么会甘心被人遗忘？接连扑街加转型不利，他开始在有限的范围内寻找生机，这也就有了与彭小苒合作即将播出的凤凰台上。而凤凰台上最明显的2个标签是帝王权谋加刀尖舔糖，名场面是帝后互捅，结局是双死封闭式结局，外加2人似曾相识的造型，这不活脱东宫如故吗？优势复用，也不失为一计。同样善用此计的还有罗云熙，他已经苦于身形、长相方面的负面舆论久矣，就像魔咒一样，粉丝再如何吹嘘，都无法掐灭路人的真实想法。比起稳定粉丝，如何赢回路人心才是他的当务之急。于是就有了他如今待播的水龙吟。再瞧水龙吟，简直就是为罗云熙趋利避害的量身定做的。人设是重情义又寂寞的男人，极度完美却又极度的缺憾。人物最大的特色就是美强惨，吐血是标配，3集1小土，5集1大土，都能出一部血浆探店 vlog 了。更关键的是，请了正午阳光的陈宙飞、钱静武来操刀破碎美学。这是铁了心想让大家再重温他所擅长的。再加上，既然路人一直诟病罗云熙的异性 CP， 这次索性不整女主了。罗云熙以资源未盾、颠覆性的角色为矛，
试图在负面舆论中撕开突破口。胜则重获市场信任，败则加剧困局，重找出路。除了复刻经验外，内娱还有不少顶流选择从题材下手，通过尝试新鲜题材达成各自的目的。首先是息影2年的杨洋，在大勋事变元气大伤之际，干脆走起了男频路线，稳准狠地接下了真男频《凡人修仙传》，这也是优酷今年的重点大剧。原书算殿堂级的仙侠 IP， 自带路人盘、草根逆袭及资质平庸但谋略过人的人设，正好可以平衡掉杨洋此前被诟病端王的油腻感。再加上观众对于男频剧的包容度更高，不会过度苛责现实性和逻辑感。紧接着一部《雨霖铃》，搭档正午阳光，聚焦权谋，用严肃叙事规避偶像的标签。打眼一瞧，这不就是对标《琅琊榜》，套着胡歌当年转型的路子在走。只不过当年胡歌需要在女频大男主的《琅琊榜》里吃红利，现如今已经有量身打造之作了。2部剧都完美避开了杨洋的短板，以仙侠加权谋双赛道覆盖所有用户，扭转路人缘。这2年又通过各种线下活动铺垫，恐怕到时真要城镇与环环之间从未有过间隙了。同样转男频的还有龚俊和他预计暑期当代播《暗河传》，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杀手人设。从流量花的赘婿，独立为武力值天花板加权谋核心的复合人设，沿用他自身的古装辨识度作为优势。此前就聊过，龚俊算是小生里聪明的一类，他聪明在能适应娱乐圈的特性，还能平衡好与粉丝的关系。经历了百花枯后，粉丝可以蒙眼吹，但他不能不急。向上社交只靠单薄的掐架数据，他没有实际利益输送，最终还是会被淘汰。所以当初才会不顾粉丝大声量的反对，也要和善拍男星的尹涛合作《暗河传》。就好比37岁的张若昀能靠男频维持长时间曝光，但同龄的男艺人即使保养再好，去演言情偶像剧也会违和，最后还要被嘲中年古偶，那不如早做打算。男频的 IP 经历了长时间的试错，如今已经形成了权谋加成长加群像的成熟的标准化模板。男频大男主的抗衰老性也始终强于偶像剧，也能助他们延长在市场上活跃的时间，所以自然成为了男顶流们热度回温的重要工具。如果中男回温转型已经公式化，那女顶流的回温还得花时间再摸索。前有迪丽热巴首饰都市奇幻题材消起清壤，后有杨幂素颜出镜年代戏生万物。他俩都有类似的困境，一是市场精品制作稀缺，二是同赛道内竞争暗流涌动。再加上他俩一骑绝尘的商业资源，反倒成了弊端。好比开店引流，质次价高，他们只能被迫充当招牌，久而久之便无人光顾。商家可以换个店面，但却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抗拒能力。但他俩选用题材创新的目的却不大一样。于迪丽热巴，提高剧盘是他的当务之急。我相信迪丽热巴作为演员，还有自己的坚持在，要不然也不会在商业价值鼎盛时期执意转型，想证明自身实力。结果就如今这般，大众对他的关注都集中剧外种种，而非他的作品。那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将开播的消息，避开内卷的古偶赛道，尝试影视题材里的蓝海项目。班底硬河神的导演，原作者尾鱼亲自改编，造型上完全规避了以往被诟病的问题。另外木须辞也算是帮他重建了古装优势，沉寂的空白期反而抬升观众期待值，也算是因祸得福了。而杨幂毕竟还有商人的头脑，起先觉得杨幂在赵丽颖后接生万物不免过于刻意，但是想想，这又何尝不是她的优势所在？她有赵丽颖缺少的圆滑，别误会，这是在夸她着实聪明。
看生万物的班底其实也挺有意思。导演刘嘉诚，比起导演头衔，反倒是他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的名号耀眼许多。山东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最善写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近期的奖项是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编剧，代表作党的女儿定军山。言尽于此，不用多说，但我从不否认杨幂想要冲奖和演好戏的决心，不然这几年也不会如此折腾。但她的每一步都得多方考量，就好比生万物成则靠奖飞升，不成导也不会掉队，毕竟也算是人脉的结交了。题材是他们的抓手，各为所需。最后一批顶流的困境就是个人属性过于明显，从而无法让观众带入角色，最后只能逐渐掉队。如今他们的待播作里的角色都或多或少有着与自身气质完全不符的特性，扭转大众印象，打造演员的可塑性才是正解。关晓彤当年确实前途光明，风头无两，结果刚从国民闺女的名号中解放出来，就因为恋情被拉扯多年。同龄的徐娇都已经是赴梦想登基了，关晓彤还因为恋爱的关系，连感情戏都得接得慎重。关晓彤不是没有演技，只是被舆论困在原地太久了，加之总演些不痛不痒的学生时代，同质化严重，大众觉得她本色出演是因为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学生时代，实际上再过2年她就30岁了。如今的待播年代戏《烟花少年》，导演专擅此类剧情，剧情聚焦上世纪2025年代的东北工业转型，关晓彤则是从青涩少女演到成熟的职业女性，旨在借助热血成长史诗拓宽她的戏路局限，让观众能对她的印象进行过渡和转变。如果关晓彤是因为童星出身被设限了，那景柏然完全就是被自己树立的贵公子人设所禁锢了。在去年的新生之前，他似乎已经许久未露面了。早年他也算是影视双料，同龄的男艺人里还真没几个能达到他当时的高度。结果跟风完人设，又没有随风变的本事，就把自己绕进去了，确实可惜。如今待播的夜不收，则以凌乱须发、黝黑皮肤、粗犷战损造型亮相，角色需演绎从青涩新兵到铁血战士的成长弧光，情感层次复杂。通过塑造糙汉战士形象填补戏路短板，从曾经的贵公子变成现在极致可塑的模样。导演曹盾作品精而简，最善刻画男性角色，要不然也不会给长安的荔枝单开一条男性支线。虽然夜不收算短集精品化的实验，但导演实力和题材的背书也能帮助景柏然实现形象的扭转。最后一位是同样可惜的宋茜，曾经能在85花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如今却始终无法站到资源中心。无去打安全牌，是他的现状，也是他留给观众的印象。他的作品都不用去横纵比对，就光自身对比都免不了被质疑同质化严重，而他只要稍微出格一点，就能获得关注，就好像当初能凭下一站是幸福掀起姐弟恋的风潮。他鼓足勇气走出舒适区，花了4年时间，这才有了如今和丁禹兮合作的《山河枕》。而《山河枕》的看点就在叔嫂禁忌文学上。虽然当时宋茜粉丝示威，觉得合作丁禹兮掉价，事实上还没翻红的丁禹兮已经算是被内娱验证过的有演技且咖位不会引起腥风血雨的存在。事实也证明了，只要有演技，观众不瞎。同样这句话也适用于宋茜。《山河枕》里她饰演的是将门之女楚瑜，从娇俏闺秀蜕变为战场女将，需驾驭武打、权谋、禁忌情感等多重层次。既然宋茜主动搭了这凸显演技深度的台子，就说明她已经做好准备要迎接新一轮的升级了。在这场残酷的顶流复活赛中，
不论是曾经的顶流想要突破，还是如今的想要守雷，都不是一件易事。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演员个体的挣扎，也是整个娱乐工业的生存法则重构。流量红利消退，唯有突破，才能找到职业发展的新出口。而这些以身作则的顶流们，给内娱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的案例。早几年流量兴起的时候，所有人都沉浸其中，烂透的剧本请了一众流量，就能营造出一种虚假的狂欢。也有人早早摸清了其中的门道，如果只享受流量带来的光环，长此以往，只会消耗自身，甚至是反噬。胡咖扑街是常态，但顶流一直扑街，迎来的就是加倍的嘲笑和资源崩塌。所以在有限时间内，将自身的热度切实地转化为作品创作的内驱力，才能延续自身的职业寿命。观众厌恶的从来不是流量，而是滥用流量、德不配位的垄断。同样，流量可以不死，但必须流淌在优质创作的血管里。